近期，中国多地银行发布公告，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有些储户甚至被限额500元，给急需用钱的储户带来极大的麻烦。专家指，现在银行没钱了，所以以限制取款的方式来保证银行不出现挤兑。有网友的银行卡竟然被限额500元，房租都不够交啊，这还让人家怎么生活啊？多现在一天我怎么转账啊？耽误事儿吗？不是，真是麻烦，这是。有几个银行真是就是因为近，要是远的话，我才不信用呢。这个呢是今天上午我跟一个客户去行里放款，在等叫号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一个企业主，非柜面交易限额给他降到了1000块钱。接着呢就有工作人员去上前去安抚他，去给他解释，手机转账1000这个限额对于一个企业主来说，你能真的把他难为死。合同也签了，打款时间也定了，一转账呢就提示转不过去啊！一看限额1000，如果说再碰到你们银行不上班，或者是排队办业务的人特别多，然后你又只开了一个窗口去办理业务，眼看着打款时间就要到了，就要违约了，你得有多崩溃？看到一些网友在底下评论说，一想到提额还要去营业厅就不想消费了。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大家怎么看？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今年7月以来，浙江、山东、山西、河北、辽宁、贵州等地的多家银行均发布公告称，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7月11日，鞍山银行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进一步加强账户管理，将结合账户使用情况，动态调整存量账户非柜面渠道转出交易限额。该行表示，非柜面渠道转出交易是指无需在柜面办理的银行账户主动交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转出资金、手机银行转出资金、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支付转出资金、POS 消费转账交易、ATM 等自助设备转账及曲线交易等。凭什么冻结我的卡？我的计划工资了，我几个年了，6000全给你交了，我他妈还没开半年，叫什么号？干什么了？一位从事反诈骗工作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银行降低转账、ATM 曲线额度本意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交易风险。由于各家银行风控尺度和理解不同，容易误伤普通用户，给大家用卡带来不便。一位国有行分行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一刀切的情况存在，有些是当地公安机关监测到近期网络洗钱和诈骗高发，银行网点为了配合属地公安机关不得已采取的行动。该人士接着解释，事实上，监管机构也注意到了这类消保问题，通常会通过检查或督导的方式和银行沟通，尽量降低给普通用户带来的不便。不过，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和各家银行在调整限额时能够有相对明确的标准，以便于一线工作人员做好客户疏导，减少消保投诉。不过，也有银行人士表示，一方面，银行风控数据模型不同，标准可能不一样，同时标准自身也是在动态调整的。如果标准明确公布，不法分子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增加反诈工作的难度。另据界面新闻报道，上海的苏先生在没有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工资卡每日转账限额被下调到500元。苏先生打电话给网点，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支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卡内的资金安全和反诈骗，如果想要恢复额度，只能到营业网点去办理。苏先生非常不理解银行的这个举措。之前也有其他银行卡有类似情况，但多数都是使用较少的银行卡。工资卡日常使用比较频繁，而且马上就要还房贷了，不能理解银行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限制工资卡额度，如果急用钱的时候该怎么办？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一些银行声称，为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才下调银行卡限额。
但是日常使用频繁的工资卡，如今也要被限额，比起说是监管要求，更像是个别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而层层加码的结果。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现在电信诈骗大部分都在网上，在电子空间进行。他取出现金的话，实际上恰恰可以防范金融诈骗，所以这个理由实在是很笨拙。真正的理由是银行系统现金短缺，缺乏流动性。他们可能有些资产，也可能有些债务，但是显然现金准备严格的不足。他们只能用限制取款、限制现金的方式来保证银行不会出现挤兑。你就在这儿排队，如果不是，我建议大家你就把事带头啊，回家。市长来了，好吧？条件稍好，与好的领导个别几个人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个别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稍好的用心无关。事实上，条件稍好，现在用心正常，资金充沛。我用我市长的身份，用我的人格党性，给大家保证。谢田教授接着解释，一旦出现挤兑或出现大规模贷款违约，银行可能就要破产了，就资不抵债了。随着金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政策的更新，银行限额的规定也在持续调整优化，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与安全要求。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户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